之前我哋11月嘅時候響用咗一個中國嘅導演，你就嚟問同我講，咁正話你 Q&A 你講你哋4百幾千拍呢部戲啊，真唔係真嚟？都講係啊，響話通常咁樣嘅 budget，我哋拍一部短片嘅啫，響中國就係好多人 still 講緊呢一個 misunderstanding， 就係佢就係諗住我哋因為 pass 唔到 LBF censorship board 先至去 YouTube。所以其實唔係嘅呢件事。所以我哋 launch 呢個 campaign crowdfunding 嘅時候，舊年8月嘅時候已經講咗係愛向 YouTube release。點解我哋咁 determine 愛做呢個 project？ 因為我哋中意呢個故事，覺得 Malaysians especially 應該睇部戲。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为你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独立电影《Pendatang》的导演吴前坚 Ken 来和大家聊聊这部2023年结束之前他送给马来西亚人的一份礼物。其实《Pendatang》呢是大马第一个用众筹的方式集结众人的力量来完成的独立电影。那么电影在 YouTube 上面播放，让每一个人呢，不管你是大马人或者是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呢，都可以免费的来观看到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它诉说的是在一个平行时空的马来西亚，在这个版本的马来西亚，因为一场车祸，政府开始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但是在一个华人的家庭的屋顶阁楼里面却藏着一个马来小女孩。那么这一家的华人家庭呢，后来他们极力的来保护这个小女孩，因为如果这个小女孩呢在华人区被发现的话，她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那么这个电影呢在 YouTube 上面上映了2天就有25万人次的观看，到我们录影的这一刻呢，观看的人数已经将近40万次了。那么导演说这是他要给大马人的一个礼物。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就邀请到导演吴前坚 Ke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这部电影。我们先来欢迎 Ken。Hello， 多謝邀請我過嚟今日。OK， 那非常高兴导演今天能够过来。我们今天会采用一个华语用问问题，然后导演可能会用这个广东话或者是英文的方式来跟我们聊天，因为导演比较习惯用广东话还有英文嘛，对不對？因為我係一個好特別嘅 product of Kebangsaan School 嘅 student。 Me too actually. I'm from Kebangsaan School。 所以你就勤力啲，你去學華語。對，我就冇咁勤力。但是我相信導演努力的這個方向呢，是在他的這個電影創作當中，真的是在2023年結束之前呢，給馬來西亞一部非常震撼的一部作品啊。那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還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可不可以先請導演來跟我們先介紹一下，究竟 Pendatang 是一個怎麼樣子的故事？其實你正我嘅 intro 就講得好靚咗，我覺得都冇咩需要再補充咗。So 簡單啲嚟講咧，就係講一個 alternate Malaysia， 所以有可能會發生定係唔會發生，即是我哋 imagine 一個 Malaysia where 我哋種族有一個隔離，其實係一個 law 嚟嘅，唔係講你中意唔係。所以一件事發生，所以就大家去投票啦，究竟我哋愛一齊住定唔愛一齊住咁樣。所以結果咧，79%先嘅覺得係我哋要分開住咁樣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咁樣嘅世界，所以我哋就 focus on 一個華人嘅家庭，就好特別嘅華人嘅家庭，阿爸阿媽一個仔一個女咁樣，所以我哋就跟佢哋去呢個 experience 咯。所以隔離咗係會咩咧？因為隔離咗咧，唔同人咧，你就好似let's say你而家我哋講 TDDI 係估佢哋講呢個 TDDI 嘅範圍咧係我 allocate 俾馬來人嘅，所以 definitely 我哋唐人就愛搬去大樹咯。所以我哋就跟呢一個 family 嘅 story 佢哋跟去大樹，跟住有咩事發生啦。了解。因為其實導演你當初你說你看到這部劇本的時候，你就非常喜歡，是不是？然後因為我有看到一些這個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在介紹說，你們當初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你們覺得劇本寫得非常的精彩，然後你們也覺得說它是，就是我們常常在講說看電影的時候，你看的話你是不會想要去尿尿的，沒有尿點的這樣子一個作品。其實它是一個反烏托邦的這個題材的故事啊。通常要把這樣子的故事搬上大熒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應該有很多的挑戰。所以其實導演你們在拍攝這部電影的時候，你們遇到的挑戰比較多是哪一方面？是資金嗎？還是角色選擇？還是其他方面呢？其實好特別嘅咧，就係其實我哋拍攝嘅時候都係唔會太多嘅阻滯，因為我哋已經做好多好足嘅準備功夫。
因為首先嚟講資金嚟講咧，我哋已經未拍之前，我哋就已經知道咗資金有幾多，數就係咁多。OK，所以反而俾到我哋一個容易 plan 啲嘅計劃，因為我哋知道我哋有可以 spend 幾多嘛，所以我哋就係 base on 呢個 amount 嚟拍呢一部戲咁樣。同埋個個人 involve in 呢部戲咧，都已經睇咗個劇本幕前幕後嘅工作人員都好，佢哋都已經知道咗呢部戲一個係點樣嘅戲嚟嘅。OK，所以大家都會好努力咁樣去 support 呢一個故事，全部人都俾 more than 100% 啊。所以反而一個咁樣嘅情況咧，就變開我哋拍攝嘅時候，其實係幾順利下嘅。因為嗰日每一個單位每一個部門咧已經準備晒佢哋自己愛做個 homework 定係點樣都好所以其實我哋拍嘅時候係幾順利下。OK， 那其實在過程當中最 challenging 的是哪一個部分呢？最 challenging 咧，其實咧我哋總共拍係15日，由頭到尾15日。才15天。因為我哋嘅 budget 得咁多， Okay， 所以我哋唔可以 okay 拍咁多日。頭10日咧，我哋喺嗰間屋企拍嘅。所以因為我哋喺嗰間屋企拍開咁耐，我哋就已經就好舒服咗，好 confident 咗。所以第11日嘅時候咧，就係我哋頭一日我出嗰間屋企拍啲路戲咁樣。所以反而嗰個狀況出現咧，就係頭一個天氣唔係咁好。OK。跟住我哋拍一條路咧，咁啱我哋已經research 咗做咗 homework，其實 supposedly 嗰日係唔會好多車行嘅嗰條路。咁啱嗰日咧就嗰間工廠另外一間工廠閂咗，所以就好多攞呢會行嗰條路，所以係我哋冇 expect 到嘅嘢。呢一日就俾我哋一個好大嘅wake up call 咁樣，就係話我哋舒服咗十日咁樣，無端端我哋一出嚟頭一日就咁嘅事發生，所以結果就係我哋嗰日嘅戲我哋就拍唔晒，我哋拍到天后就拍唔晒咗，所以最尾一場咧其實係 Andy Koo 死嗰場。哎呦！spoiler 沒有關係，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了。對，所以嗰場咧，其實所以我哋就拍埋先啦，冇理咁多，我哋就拍埋先。但係我哋拍而家個天越嚟黑越黑，咁我就覺得哇，咁樣就好艱難接其他戲喎，所以就變咗我哋冇辦法，我哋又同 Andy Koo 阿 Julie 姐再傾過，我哋可唔可以排個第二日咁樣再補過呢場？所以我哋就結果我哋就翻到比較近怡保嘅時候。就再拍多100呢一場，再補拍呢一場，所以反而嘅效果就係更加好咯，就係我哋而家睇到呢個 ending 咯。拍電影真的是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突發的狀況，其實通常就是最挑戰就在這邊。那其實我覺得有另外一個更加挑戰的部分，就是說因為這個故事它是關於這個種族的一些議題嘛，那其實要知道說在馬來西亞要做這樣子的議題其實是相當敏感的，所以當初你們在寫這個編劇劇本的時候，你們會不會也覺得是蠻挑戰的？要怎麼樣子在馬來西亞的這個社會跟 context 裡面寫到一個就是大家都能夠接受，然後都能夠去理解的一個作品，它會不會是蠻困難的一個工程啊？係啊，就係所以當我讀咗呢個 script 嘅時候，頭一擺讀嗰啲滿聲呢個 script 嘅時候，我就覺得真係寫得好好，因為佢講到呢一個 issue 呢個種族問題，但係唔會太過刻意，唔會太過好似好 preachy 咁樣啊。不像說教係，所以我就好中意呢一個 angle 所以其實你唔係響呢個角度嚟睇，講佢apply in Malaysia又好咩都好咧，佢其實都可以 function as 一部戲嘅。對，是沒錯。那其實我看了 YouTube 下面有很多的留言，都給了彭達當很高的評價。很多人都說深受感動，包括我自己看了之後我也哭了，我身邊的同事看了大家都覺得非常的感動。那也其實讓我們重新的去反思說大馬的族群的這些議題背後它的意義。還有人在看了電影之後在下面留言呼籲說大馬不應該繼續的來互相歧視，大馬人應該互相的尊重跟理解跟包容。其實這一些很棒的留言是你們當初在製作電影的時候你們能夠 expect 到的嗎？當然我哋拍嘅時候，我哋就係可以希望啫，就可以希望觀眾會得到我哋想表達嘅 message。所以其實係一個賭博咁樣咯。係如果係觀眾 get 唔到嘅咧，就我哋就即係有好多人會 attack 我哋噶啦。所以好彩就係好多人都會睇到我哋愛講嘅
message。其實會不會覺得說有這麼多人能夠 get 到你們的這個 message， 就代表說其實馬來西亞人的意識，大家其實有在進步。係啊，就係所以我覺得呢一部戲係應該我拍出嚟嘅，就係因為好似我之前所講，就係佢唔會太過特別。專登去好極端咁樣 to create 嗰個 control 出嚟，特登整到佢好似話好敏感咁樣嘅嘢，但係佢唔係，佢一個好普通咁樣嘅 story 嘅。So 我相信其實 audience 係會 get 到呢樣嘢咯。了解。當初其實你在做這個 project 的時候，身邊的朋友有沒有人阻止你？有啊 ，OK， 有啊，都提醒你說這個東西太敏感了，可能要再想一想。係啊，所以但係我就覺得。我哋一直咁樣講到幾時咧？即是我本身都有信心，我哋覺得其實我哋 majority Malaysian 都已經係比較成熟啲嘅。我哋嘅諗法就唔會好以前咁樣咩都唔可以講，咩都唔可以做咁樣。我哋覺得而家我哋活咗一齊咁多年，大家都有比較一個mature 啲嘅諗法對呢樣嘢。So我覺得我自己會咁樣諗，跟住身邊嘅朋友都係有啲咁樣諗，所以我覺得其實可以試嘅呢一個 project。所以我哋當呢個 project in a way 係一個 experiment 咯，就係睇下大家到邊一度而家。OK，說到 experiment 啊，它真的是一個蠻實驗性的，不管是這個電影的手法也好，傳達的故事也好，還有在前期製作的眾籌的這件事情，我覺得都是非常大膽的一個實驗。因為這部電影它也是馬來西亞第一部透過眾籌，然後眾籌還成功拍攝的電影。對，所以你們我沒有記錯的話，你們是眾籌到多少錢？400幾千。OK， 40幾萬。其實40幾萬要拍部電影也是很辛苦，很低的預算。係啊。So 之前我哋11月嘅時候響Jogja播映嘅時候，Jogja 嗰個festival。So 播完之後，一個中國嘅導演你就嚟問同我講，咁正話你 Q&A 咧，你講你哋400幾千拍呢部戲啊，真唔係真嘅？所以我講係啊，響話。通常咁樣嘅 budget，我哋拍一部短片嘅啫，喺中國。對，但是雖然它是很少的預算，但是它其實也代表着說馬來西亞人其實開始有這個成熟度，然後可以透過自己的可能一點點的資金，每人一點點，然後積少成多，然後去成就了這樣子一部電影的拍攝跟製作。那其實導演，我非常好奇，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你們就覺得說必須要透過眾籌的方式來完成這部電影？其實好簡單啫。So Goodman Pictures 去2019年嘅時候，佢有嗰個寫劇本嘅比賽。So 彭達登就入開圍，但係就冇贏到。但係佢哋咧就好中意呢一個劇本，佢哋就想 produce into a film。但係佢知道咁樣嘅 subject matter 咧，你揾一般嘅 investor 又好 studio 又好，你合作嘅話係會比較難搞啲嘅。首先佢哋可能真係唔會掂一個咁樣嘅 topic，而如果佢掂嘅話，可能我哋冇咁多 creative freedom 咗，所以可能覺得呢一個 part 我哋唔可以咁樣講，我哋可以咁樣講咁樣。because 我哋 investor 你可能就要聽我哋講咗，所以覺得呢個 script 其實係幾完整咗嘅，我哋就唔可以喐佢咁多，就係咁樣拍就 OK 噶啦。So既然唔係揾一般嘅路線嚟行，唔係揾 studio， 唔係揾 investor， 仲有咩方法可以行嘅咧？因為就諗係，我哋可以試 crowdfunding 喎。因為 crowdfunding 俾到另外一個 angle 咧，就係我哋可以知道未拍之前，我哋已經知道咗有幾多人係愛睇咁樣嘅 content。所以如果佢哋肯願意support 我哋，願意出錢嚟 back 我哋，所以就證明其實呢一班人出邊都好渴望有咁樣嘅 content， 比較一般唔同我哋平時戲院睇到嘅戲，所以就俾到我哋一個信心咯。其實了解。那其實導演，你會覺得說，其實有了這樣子的第一次之後，有沒有可能以後再拍一些題材比較敏感的，或者是它可能不是敏感的，但是它是一種就是讓大家都可以來參與的一種的製作的模式的時候，你覺得有了這個第一次，會不會也鼓勵你們覺得說，以後還可以依循同樣的方式？還是你覺得其實短時間可能不太可能再有第二次？你自己的觀察是什麼？OK，before 我答呢個問題，我想補充一下正話一個問題，嗰個 crowdfunding 嘅。So 其實一個誤解咧就係
就係好多人 still 講緊呢一個 misunderstanding， 就係佢就係諗住我哋因為 pass 唔到 LBF censorship board 先至去 YouTube 所以其實唔係嘅呢件事。所以我哋 launch 呢個 campaign crowdfunding 嘅時候，舊年8月嘅時候已經講咗係愛向 YouTube release。點解咧？因為我覺得我哋攞咗大眾嘅錢去做呢樣嘢，所以係估我哋入戲院賣飛嘅咧，我哋賺錢係好唔啱嘅。所以我哋覺得，反而我哋覺得點解我哋咁烈對面愛做呢個 project， 因為我哋中意呢個故事，覺得 Malaysians especially 應該睇馬來西亞人嚟，應該睇呢部戲嘅。所以最好嘅 platform 就係咩咧？就係 YouTube。As long as 你有 internet connection， 你就可以睇咗嘛。所以係咁簡單啫。同埋我哋唔愛淨係響馬來西亞嘅人睇到，我哋愛全世界。因為有啲馬來西亞人係唔響馬來西亞噶嘛。總言之係你去到每一個世界邊度都好，你有 internet 你就可以睇呢一部戲。所以我哋嘅 original 嗰個 objective 就已經係咁樣咗嘅。所以其實嗰個 BF 嗰個 issue 係冇拉楞嘅。OK， 反正就是你們本來就想說這部電影就是要透過眾籌的方式，而不是說被拒絕了之後才去眾籌這樣子。那所以這個模式會不會是未來製作電影的新的選擇呢？導演？我覺得crowdfunding 呢個 platform 咧當然其他嘅 filmmaker 可以去嘗試，但係我覺得其實都唔係好易嘅，因為你愛有幾個 combination。頭一個咧就係你有一個故事一定愛係大家想睇嘅故事，會感動到大家嘅故事，即是比較大啲嘅topic好似你一般嘅例如愛情片鬼片啲咁嘅，我覺得反而會難啲所以你有一個咁樣嘅topic去講。就會令人注意，就跟住佢哋就會睇 OK， 你話講呢個 topic， 但係 from 咩 angle 咁樣咧所以係嗰啲filmmaker 有咁樣嘅準備功夫，佢哋已經做咗 research， 覺得我個劇本真係需要行呢條路嘅咧，就覺得我哋係可以試嘅。其實了解，其實導演我會覺得說，在一開始的這個眾籌的宣傳呢，可能可以再做得更成功一點點。因為其實我是到了電影上映的時候才知道說，哦，有這部電影。然後我就在想說，如果我一開始的時候我就聽到有這個眾籌計劃，那我也很願意一起來參與，付出我的金錢來支持這部電影啊。所以導演你自己覺得眾籌初期有沒有哪一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的，讓更多人知道這個眾籌計劃？當然，因為你其實好多人都咁樣講，點解我唔知有呢個 campaign 嘅？我一出咗嚟睇，我先知道有個 campaign。所以我覺得可能有啲人咧，去先我哋 campaign 嘅時候，去睇到呢個 news， 可能佢就冇去留心睇咁樣，就冇特別去click入去睇啲咁樣嘅嘢，因為冇人做過嘛，冇人聽過嘛，所以就冇特別去留意呢件事咁樣。所以我就希望係如果係after 呢一個 experiment。所以其他 filmmaker 將來佢哋愛做呢一個 campaign 嘅時候，人哋就會比較敏感啲。一講到 crowdfunding 嘅 movie 佢哋就會已經知道 something like that。OK， 了解。導演，下次如果還要再做這個 project 的話，可以來我們節目，我們幫你做宣傳。我真的覺得你是一個很酷的導演。對。然後還有包括你的整個團隊也都非常酷，然後做出一部非常酷的電影。我相信其實這部電影還有這個眾籌的成功，它其實是鼓勵了很多的這個電影的創作者，不只是電影創作者，我相信也鼓勵了大馬的很多的藝文創作者啊。那導演可不可以分享一點點你的經驗，就是你們在眾籌的這個過程當中，有些什麼事情是要特別注意的？有沒有哪些眾籌的方式是它導致這部電影可以在短時間之內能夠籌到40幾萬？它的秘訣在哪裡？其實先都好渺茫下嘅。我哋 set 差唔多5-6個禮拜去做呢一個 campaign。應該係到10月中嘅，我記得我哋嘅 deadline。但係一個禮拜 before 嗰個 deadline， 我哋其實50%都未籌到嘅。OK。所以我哋就我本身就覺得，咁樣都唔係希望太過高咯。你希望太過高嘅人，你又就跌落嚟就好傷嘅。所以嗰陣時有啲矛盾嘅，究竟我哋做嘅嘢真係我哋自己覺得係 OK 啫啦，其他人都唔覺得係 OK， 所以佢哋冇 support 我哋啦，定係我哋做唔夠宣傳？但係我哋做宣傳已經
已經差唔多都去到我哋用晒我哋嘅 resources 咗，即係你身邊有識邊個 media 嘅朋友啊，又揾你哋幫手有啲嘢做 podcast 嘅，我哋又揾你哋幫手咁樣已經做晒咗嘅，就可能反而就可能真係唔夠識人多啦，我哋其實呢一個 project 如果係冇阿米穆罕默出嚟做一個 leader 咁樣去行呢個 project， 都係好難籌嘅，因為係靠佢嘅 context， 因為佢 PR 好多人識佢好多人 support 去做嘅嘢所以就比較容易啲。所以可能還是要找一些可能有影響力的人。係，所以好奇怪嘅就係差唔多我哋因為我哋仲有一個禮拜剩，我哋都未籌到嘛。所以阿妹就同我哋分享有一日咧去自己一班 group 有一個 WhatsApp group 咁樣嘅，佢同一班朋友咁樣。嗰陣時咧咁啱舊年嘅時候，麥記撈就好紅，好紅。So 佢其中一個朋友咧就 share in the group 講話麥記撈而家又賺幾多嘅，所以佢就問大家：你哋究竟係咪真係愛睇就係咁樣嘅戲咩？咪你知啊？係，所以佢嗰句話就真係刺激到大家嘅，所以大家就即刻去捐。So within 我幾日 last 就已經話升得好快咯，就無端端。And also 呢一個係我哋自己一個 mirror 啦 ，Malaysian 就係好 last minute 嘅人。你覺得仲有時間嘛？咁我哋就等下先啦，所以I think 呢一個都係有好大可能性嘅，唔係即係大家都有心愛做呢件事嘅。就諗到唔使咁急先啦，仲有時間嘛。了解，其實導演，我在跟你聊天的時候，我覺得你廣東話講得非常的好啊。然後你在這部電影裡面，其實也是主要的演員也都是用廣東話來交談嘛，對不對？就是這部電影的主要用語就是粵語，就是廣東話。當初為什麼會決定說是用廣東話呢？係其實呢個滿湘寫劇本嘅時候咧，佢係寫中文嘅講華語嘅，但係我咧就覺得我哋唔理解缺少咗廣東話嘅電影，可能係我本身嚟自怡保，so 比較有一個親切感對廣東話，即係我哋長大嘅時候都係睇香港戲TVB 啲咁樣長大嘛，所以我哋覺得今時今日呢一班人好似呢個 generation 好似代替咗 with a generation 嚟講華語比較多。後生廿零歲，怎麼可以講華語咁樣？所以我又覺得咁樣就好快消失咯。你講你廣東話，你再多幾年咁樣嘅話，就真係好易嚟少人講。同埋我覺得廣東話係一個好有親切感嘅 language， 你聽起嚟會好舒服嘅。所以覺得係如果我有我有機會做導演嘅話，係如果我可以話事嘅。Why not？ 對，同埋呢個故事都係 set 響 Perak 嘅，所以就比較 OK 啦。你 Perak 就應該都係講廣東話噶嘛。是那導演，我覺得如果這部電影它是用華語的話，它那個味道會跑掉。就是如果是用華語來作為主要語言，或者是用粵語的話，我覺得它會是兩個非常不一樣的感覺。對，搞不好用華語的話。今天我不曉得啦，他今天他可能的 outcome 就不太一樣了，對。係啊。是，那導演其實我有看到新聞上面有講說這個 FINAS 的 chairman， 然後他說這部電影他自己個人也非常的欣賞，他認為這樣子的題材應該要放到中小學裡面去放映給學生看。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我覺得說，我們馬來西亞有進步一點點，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覺得說，為什麼只是中小學呢？就應該要直接放到電影院去播放，不是嗎？這樣子啊。但是無論如何啦，導演你自己觀察說，馬來西亞在團結政府上台之後，你覺得製作電影跟拍攝電影的自由度啊，我們講這個自由度，這個 freedom， 你覺得你們有變得比較自由，比較敢做了嗎？so far 係冇咯，so far 係冇改變嘅，沒有什麼改變，還是一樣，所以你們就決定說，這部電影如果它真的是要走這個電影院的路徑的話，可能走不了的。其實我哋都冇去諗呢一個 point 嘅，就係因為我哋嘅 point 就係愛 reach 越多人越好嘛。OK， 好，那如果我們就是不提這部電影的話，就是以整個電影製作的這個行業來說，意思就是說你們還沒有覺得說現在有比以前自由？唔會咯，沒有，唔會。OK，好，你覺得為什麼呢？為什麼你們覺得沒有比以前自由？哇！呢個你就問翻佢哋咯。呢一個 part 我唔知你哋應唔應該用啦。But 一個好嘅例子就係 Tiger Stripes。
OK， Tiger Stripes 佢響全世界都好受歡迎，都攞好多獎。所以佢哋就講，不如我哋呢部戲我哋應該代表馬來西亞去入 Oscar 啊。所以你入 Oscar 其中一個 criteria 咧就係一定愛響戲院上嘅。所以佢哋就俾佢去一個 slot 一個時間你掹上戲院。但係我哋馬來西亞你上戲院你一定愛經過 censorship 啊嘛。經過 censorship 之後出到嚟，連導演自己都唔承認嗰部戲係佢嘅。我哋究竟又係想做咩？你又愛揀呢部去代表馬來西亞，但係喺馬來西亞上嘅 version， 你又斬到連導演都唔愛講係佢嘅戲喎。這個是蠻現實的一個問題啊。但是導演，你會不會覺得說，比如說像是阿邦阿爹啊，我不知道導演看了沒有？但它裡面可能就是有把普渡比較醜陋的一面啊，包括了把警察執法的那個可能去騷擾這些外籍移工的這些的畫面放出來，就是在以前過去，其實我們很難想象說這些畫面可以出現在馬來西亞的電影院，但它現在出現了。導演，我想要問你的問題是說，你覺得這只是一個特殊的案例，還是說馬來西亞的電影尺度其實有慢慢在打開？我真係希望佢開始慢慢會打開大膽啲啦。所以其實我哋可以跟好多國家學習嘅就係如果我哋愛 practice classification， 即係就係講用年齡嚟分。呢部戲應該係幾多歲可以睇，幾多歲可以睇。如果我哋用呢一個咗咧，就其實唔需要做 censorship 咗嘅。但係而家我哋係兩邊都行。呢一部戲入去講13歲以上就可以睇，但係入邊仲有好多好 violent 嘅畫面啊啲咁嘅嘢啊，所以其實係一個好 unpredictable 嘅嘢嚟。如果你深入censorship，因為真係唔知道佢哋諗點樣睇嘅。我聽說有一個說法，就是其實在這個 censorship 裡面工作的人年紀都比較大，是老人，可能也是都比較保守一些，所以可能要等這一批人退下去之後，才可能會有一些改變啦。有可能咯，就未必另外一個 step 可以做嘅咧，就係如果你唔係咁快排除 censorship 呢樣嘢咧，就反而你做一個比較 transparent 啲嘅 process。即時嗰部戲出到嚟，現在沒有對不對？現在不是很透明。即時而家咧就係filmmakers 會知，所以佢哋 submit 咗去 censorship board， 佢哋會出一個 report， 跟住就係 filmmakers 自己睇到咗咯。我攞嘢先出嚟，點解？啲，所以大家觀眾係唔知嘅。所以當時我哋 as 觀眾去睇戲咧，就覺得無端端做咩又 cut 咗，無端 cut 咗，但係我哋唔知道咩事。所以反而你覺得如果係佢哋比較用一個 transparent 啲嘅方法嚟做呢樣嘢咧，即係按佢哋嘅 website 就好，咩都好，佢哋出一個 report 咁樣。呢部戲我哋 censorship board cut 咗邊一部分，點解？So as 一個 audience， 一個 filmmaker from 出面，我哋都可以有一個 reference。所以我哋又知道，其實呢樣嘢唔得嘅，呢樣嘢唔得嘅咩？所以我哋就可以 prepare 啦。下一次我哋愛睇定係愛拍一部戲係點嘅樣。了解。其實導演我知道你在說什麼，其實我也覺得說不只是電影拍攝，或者是藝文創作，其實我覺得在馬來西亞所有的事情都應該要更加公開，更加的透明，讓大家清清楚楚知道說規矩是什麼，規定是什麼，邊界是什麼，有哪一些線其實是太保守，我們可以去 push， 有哪一些不可以。我覺得就把遊戲規則說清楚，這樣子大家比較好過。現在其實在馬來西亞就是一個狀況，我自己認為，這不是導演說，這是我自己說，就是大家都不曉得到底邊界在哪裡，大家都在猜。對，那其實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進步的國家應該要持續下去的一個狀況啦。係啊，就好似本特登我哋愛 launch 之前，我哋 involve 呢部戲嘅人咧，就知道係冇事嘅。係唔會敏感嘅，因為我哋都係唔係專登愛出去搞事嘅人嚟嘅。我哋都係愛一個好 peaceful 嘅 country 咁樣。所以我哋本身咧就真係覺得冇事嘅，呢部戲就算係我哋愛上戲院都係冇事嘅，但係我哋係唔知佢哋嗰邊又點樣諗。對，就是常常就是卡在這邊，你不知道最後會被人家解釋成什麼樣子，或者是看待成怎麼樣子。那麼導演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人去騷擾你吧？
so far 冇啦。没有啦，我们也希望不要有了哈。OK， 马来西亚人 please grow up 啊，大家都要成熟一点。好，导演我很感动啦，看到这部电影，然后你说这个是给大马人在2023年结束之前的一份禮物。你希望大家收到的是一個怎樣的禮物？就係我哋應該睇我哋馬來西亞咁多唔同種族喺埋一齊，我哋應該當呢個係一個力量嘅嘢，其實係一個 strength 嘅嘢，係我哋一個好好嘅 strength 嘅嘢。我哋就唔可以當睇佢力 as the opposite。OK， 彭達當會有下一集嗎？好多人咧咁樣問，我本身都係唔知道。呢部戲其實就好特別嘅，佢自己好似我個劇本，佢本身愛變成一個電影，嗰部電影佢本身咧又愛變成另一樣嘢咁樣，所以我真係唔知點。因為導演，你們這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局嘛，就是後面，然後那一幕其實大家都在期待說，會發生什麼事情，然後就結束了。當然我知道導演為什麼會這麼做，因為就是一個開放式讓大家去想象的一個結局。就係睇你係咩人咯。對，你係睇一個 glass half empty 定係 half full 嘅人咯。但是下面其實有一些網友在講說啊，怎麼就這樣子結束了？想要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情。我相信很多不同的觀眾都會有不同的觀影的需求嘛，所以很多人都在喊話說會不會有第二集？我自己個人非常期待了，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導演的下一部電影。對，有沒有什麼計劃了呢？就是或者想法這樣子。又會 so far 係有唔同嘅單位約出嚟傾咁樣，我哋有機會合作喎，咁樣啊。so far 係呢個 stage 啦，係傾緊啦，仲未有咩係 confirm 嘅。OK， 好，我們就期待導演的下一部作品。那當然，還沒有看《彭達當》的這一部電影的朋友呢，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支持他們。這是馬來西亞第一次透過眾籌的方式拍成了一部電影，它的故事內容其實都再次提醒我們，全民團結、各族群的團結是非常重要的。在這些，謝謝導演今天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跟我們聊了這麼多，謝謝你。Welcome。正在 YouTube 觀看的朋友，歡迎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就可以看到我們所有財經最新的影片。我們下次見。